大家好，又是我肥肥。今天我要来分享水晶菜果的食谱。看完这集影片，你就能轻轻松松做出好吃的水晶菜果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每逢星期一、四、六都会有视频更新哦，请多多关注。一开始我们先来准备食材，我们先把蒜米红葱给剁碎。红萝卜呢，我们要把它切成条状，我们先把它切成一片一片过后，再把它切成一条一条。红萝卜的用意，我只是要拿来增加颜色而已，要不要放都可以的。沙葛同样的，我们也是把它切成一片一片过后，再把它切成一条一条。这个沙葛我们尽量就用来切，不要用来刨，因为刨出来的口感不一样的。用来刨的沙葛煮出来呢，就比较容易出水，然后没有脆脆的口感。切完了沙葛，我们也把香菇切一切。我们把香菇蒸软后，然后把它洗干净，再把它切成一片一片。如果只是要把香菇切成一片一片也是可以，或者你们要把它剁碎也是可以的，你们个人喜欢哦。我们先来看看水晶菜果内馅所需要的材料：沙葛240克。红萝卜30克，香菇30克，蒜米红葱20克，白糖2茶匙，盐半茶匙，胡椒粉半茶匙，清水适量。我们在锅里放了一点油，然后我们把蒜米红葱倒下去爆香。我们也可以把香菇一起倒下去，因为香菇也是需要炒一炒，把它的香气炒出来。当我们的蒜米红葱还有香菇炒到有香气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红萝卜还有沙葛倒下去，把它们炒一炒，炒均匀。当我们把红萝卜还有沙葛炒一下，炒均匀过后，我们就可以下调味料了。我们把白糖、盐还有胡椒粉全部倒下去，然后把它们炒均匀。我们也可以加入一点点的清水，把这个沙葛炒一炒，把那些调味料炒均匀。我们可以开大火，把这个沙葛炒到收干汤汁，炒到有香气，我们就可以关火上碟了。这个沙葛也不需要炒到太软的，因为我们要吃到沙葛脆脆的口感。现在我们就可以关火，把沙葛盛起，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水晶菜果外皮所需要的材料：木薯粉100克，澄面粉100克，清水330 ml， 油2汤匙，盐1/4茶匙，粉红色素适量。首先，我们把木薯粉、澄面粉还有盐全部倒入一个大盆里，然后我们慢慢的加入清水。
我们一边加入就一边搅拌。我们要把它搅拌成5颗粒状的面糊。搅拌均匀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油倒进去，然后继续的搅拌均匀。接着我们就可以加入一点点的粉红色素，一点点就好，有一点浅浅的粉红色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加很多的。或者你们如果不要用粉红色素的话，你们想要做白色的水晶菜果也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。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面糊倒入一个不粘锅里，然后我们用小火慢慢的把这个面糊煮至浓稠，煮至形成面团。我们一定要不停的搅拌哦，因为它的底下会慢慢的结团。你们看，面糊已经慢慢的结成团了，我们不要停，我们继续的搅拌。我们要把这个面糊全部搅拌成团，大概就像这样，它已经成团了，我们就可以关火。然后我们在一个大盆里倒上一些木薯粉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面团放入这个大盆里。我们把面团放凉一些些，等下我们要用手去搓揉它。在等待的当儿，我们可以在蒸盘里涂上一层油，避免等下水晶菜果会粘着。当面团放凉了一下下，我们可以在它的表面撒上一些木薯粉，如果你觉得它会粘手的话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搓揉，我们要把这个面团搓揉均匀，搓揉到它没有颗粒状。这个时候的面团还是会有一点点烫手的哦，大家要小心哦。当面团搓好后，我们随意的捏出一团小面团吧，随意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把它搓圆，再把它擀平。我们要把它擀成一个小面皮。至于这个面皮的厚度要有多厚多薄，你们个人喜欢咯，就看你们的水晶菜果做出来，它的面皮要有多厚。可能如果一开始做第一粒还不熟悉的话，你们就擀厚一点哦。等你们包到2、3粒比较熟了，你们就可以做薄一点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拿一个小碟子压在这个面皮上，然后把多余的面皮，它边边的面皮拔掉，这样我们的水晶菜果的面皮就做好咯。如果是给老手，他们是这样擀面皮的，可是我们2个肥肥笨手笨脚学不会，只好想到这个方法咯。大家在擀这个面皮的时候，不需要担心那些边边多出来的面皮会浪费掉的，不会的，那些面皮我们可以重新再用，把它捏成团，我们又可以重新把它擀成面皮了。擀好了面皮，我们现在要来包内馅咯。我们拿一片刚刚擀好的面皮，然后放一小堆的沙葛内馅在中间。如果是新手第一次包的话，就不要放那么多咯，放一点点先试试看吧。我们就像这样把中间对折起来，然后我也不会解释啦，你们就看着办吧。就像这样把它捏成一个水饺的形状。其实我也是第一次以包水饺的方式包这个水晶菜果，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或者包得太丑的话，请大家多多包涵哦。我们换个角度来包多一粒，这个角度应该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。
同样的，我们放一点沙葛内馅在中间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沙葛你们尽量不要切得太长哦，不然包的时候它会很容易吃破这个面皮的。如果你们真的捏不出这个形状，你们就随意捏吧，没有问题的。大家看得明白吗？如果大家真的不会捏成水饺的形状，或者你们可以试试看用这个方法。我们可以用做咖喱饺的模型来做这个水晶菜果。如果你们想看得更仔细、看得更清楚的话，你们可以去看看我1年前的作品沙葛菜果。我们丑丑的水晶菜果终于完成喽！今天这个水晶菜果没有说可以做到多少粒，因为就要看你们的面皮擀得多薄，或者你们的内馅放得多少。现在这锅水已经煮滚了，我们把水晶菜果放进去，用中火蒸10分钟，直到这个水晶菜果的皮变透明。在我们蒸了5分钟的时候，我们要把盖开一开，再盖回去，这样可以避免我们的水晶菜果过热膨胀而走样。又蒸了5分钟，我们的水晶菜果可以出炉喽。现在我们在菜果表面刷上一层油，避免它全部粘在一起，然后也可以让它油油亮亮的，看起来更加的吸引人哦。又到了温馨提示时间，沙葛、红萝卜和香菇尽量切短一点，或者切碎一点，因为太长的话，它很容易吃破面皮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加入虾米或者猪肉碎哦。调味料方面，你们可以自行调整，调到适合你们自己的口味。水晶菜果的外形，你们可以捏出你们自己喜欢的形状，不一定要跟着我的。可是如果真的捏不出的话，你们也可以用咖喱饺的模型来做出水晶菜果。如果你们不要放色素也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。我们用中火来蒸菜果，蒸到一半的时候，记得要把盖子开一开，再盖回去，避免我们的菜果因过热膨胀而走样。下课，吃菜果喽！完成喽！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水晶菜果。虽然皮看上去好像捏的有一点厚，可是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里面的内馅哦。这个外皮虽然厚，可是不会不好吃的，因为它的外皮咬下去是 QQ 软软的，有弹性的，非常的好吃。至于它的沙葛内馅呢，我们尽量炒到够味一点，这样搭配起外皮一起吃就完美了。还有我们的沙葛内馅，尽量就不要炒到太软太湿，这样才可以吃到沙葛脆脆的口感。今天的水晶菜果成功，分享食谱与美食，轻松在家做料理。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让大家轻轻松松做出美味料理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要帮我们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